战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上周全世界都还在疯抢黄金跟白银，结果没想到的是，短短几天，这个世界完全变了。就在1月30号的时候，出现了史诗级的大崩盘。你能想象，这个崩盘是创下了1980年以来最大的跌幅，包括了白银跌了31%，黄金跌了11%，全部人都傻眼了。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今天彭博直接用一个标题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事情？他说是中国的投机者为黄金跟白银暴跌埋下了伏笔。他说的就是在上一个月，很多的中国大妈大叔们，他们从早、中午、晚上、半夜、凌晨都在抢黄金跟白银，他们疯狂的抢，抢完之后才发现原来都是一场空。当初抢多凶，现在就被宰的有多惨，就赔的是有多惨。他们也没办法想到，当初抢这些白银，抢到之后变成了待宰的肥羊，全部都被华尔街的聪明人完美的狙击。而这幕后黑手到底是谁呢？今天网络上传了一张图，大家疯传。想说一张黄金线图，竟然知道黑手是谁，就是这一张。当我们今天把黄金的线图一翻转之后，竟然发现一件事情，怎么会撞脸川普呢？现在大家都说这一场贵金属的屠杀，难道背后就是川普动的手吗？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这位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国文哥，我们今天一路这样子看下来，我们上半才跟大家讲什么？黄金被川普这样炒，伊朗那个文章一发要攻击的时候，黄金不冲很高吗？6000块美元一盎司，真的不是一个梦。结果没想到史诗级的大屠杀、大崩盘来了。结果现在最惨是谁？就是刚刚我讲的中国大妈们。我上个月我为谁辛苦为谁忙啊？所以没想到川普的一个人事命令，竟然可以让全世界的黄金跟白银大跌。我们来看这个黄金的走势图，当然你要把它转过来看，这个黄金走势图竟然在上个礼拜五出现大暴跌。那你把最近的走势图一拉起来看的时候，竟然完全撞脸川普。难道是在告诉大家，其实决定黄金价格的人或白银的价格的人，其实就川普，川普才是幕后的凶手？那彭博说，为什么这一次白银跟黄金会跌那么凶，就是因为上礼拜川普公布了一个人事命令，是他只是提名了联准会的新任主席华许，那还没有确定了华许凯文还必须要经过参院的同意，而且他的权利也每次的表决还是要联准会的理事们同意，所以只是提名而已。那竟然会造成大家说，整个美元要变强了，所以中国投机者开始怎样狂抛黄金跟白银，对。整个大跌，然后狂抛之后就出现了礼拜五出现了什么事情呢？没有想到10点半美股开盘的时候，竟然发生的是一度竟然黄金跌了9%，那白银更恐怖，收盘是跌28%，可是盘中一度跌了31%哦。黄金是创下1983年、1980年来最大跌幅。白银的跌幅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看过，直接就从100多盎司直接往下腰斩，没有看过这么恐怖的景象。黄金跟白银光是一天就可以让你吓到，如果你手上有黄金跟白银，一天就是本来最高在5000多美金，现在收盘价4800多美金，它是直接被宰的，而且这个跌势其实才刚刚开始，因为后面它是不是会有强势美元政策，会不会让美元继续变强？那黄金跟白银还有得跌了，光哥。所以这一次崩盘并不是突然崩盘，真的跟这个联准会川普提名的主席人选 Kevin Warsh 是有关系的。没想到这个 Warsh 一出来之后，中国的投资人马上就抽身了吗？对，大家都以为川普是会维持所谓的弱势美元，会让美元一直跌，所以中国的投机者才会大量的去买所谓的黄金跟白银，就借此来套利。可是没有想过，川普真正的用意竟然提名一个凯文沃许的时候，他其实是想要维系强势的美元，所以他担任的时候，整个市场就认为说糟了，这个人上任他是比较偏鹰派一点的，他会缩表，但是他虽然会降息，但缩表的话会让美元变强，美元就涨上来了。所以只是一个人事命令，你就可以看出来
谁决定了世界的金融市场？不是中国，是美国。所以黄金现货，光是我们那天晚上看到那个消息出来，你没有想过美国川普的一个人事命令还没生效哦。我要这里特别强调，他还未必会是新的联准会主席哦。已经光一跌，黄金就跌下了9.5%，1983以来最高的跌幅，从5500多一路跌到4800多，写下了1983年最大跌幅。那白银更是恐怖，真的那一天不知道怎么看白银了。一开始9%、10%，后来跌到31%，当然收盘最后收28%左右，也是史上最大的跌幅。从来没有想过交易员的那天哦，光礼拜五那一天，所有的人盯在荧幕，几个小时内，整个局势吓坏了大家。这绝是很多交易员说，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疯狂的行情。那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看，其实过去1个多月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前白银其实是非常小的市场，那一开始为什么会炒？是因为1月1号的时候，中国宣布的一个命令是，它禁止白银出口。没想到这个政策反而害惨了很多中国大妈跟中国的投资者。所以他们认为说，当今天中国白银不要出口，就表示说这是一个很珍贵的资源，所以我投资它，我一定赚翻天的。对，白银其实市场非常小，价格也不多，才几十盎司，一盎司才几十美元而已，它其实价格并不大，所以它一年的供应量大概980亿美金，黄金大概7800亿美金左右，7870亿美金左右。结果你知道吗？这个命令一公布的话，我们来看这张 ETF 的交易图了哈，就是在华尔街挂牌的 ETF。好，它平常交易量大概20亿美金，22，你把时间一长，每天大概都20亿美金。对，后来到10月开始有人进来炒作了，到1月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1月的时候直接飙升上来。已经到了40了，就是交易金额一天交易金额达到400亿美金，从一天大概20的交易量变成400，涨了20倍。400亿美金是什么概念？它的交易量比苹果跟亚马逊2家世界级的大公司交易量一样多，那就代表什么？中国疯了，主要就是因为1月1号那个政策，而且还不只是买 ETF 哦，你来看。白银跟黄金，这个金黄色就黄金的期权，再来是黑色的是白银的期权。对，他们还去炒作期货。为什么炒作期货？这个价格如果涨更多，期货赚得更多，所以一边在炒所谓的 ETF， 买黄金的 ETF， 买白银的 ETF， 一边在炒作期权，希望赌更大，把那个杠杆开更大。我们来看他们开的杠杆有多大，买的有多疯狂。这是上海的豫园的黄金爱马仕，叫老铺黄金店，彻夜竟然有人在门口排队哦。天都还没有亮，晚上就有人来排队，外面一大堆人。对。就好像你到精品店买精品一样，还要抽号码牌，所以太多人就抽号码牌。有些人还有等候区，专门入场去等候，天亮彻夜排队就开始买。人多的时候多到什么地步？跟买精品差不多一样，要有15分钟的接待时长，就是你进来挑，赶快挑完人就走。15分钟，对，15分钟你就拜拜了，就那个。可是每天还是有500个人在抢黄金，然后一整天到处都是抢黄金的人，还有再来抢白银更夸张，白银抢到什么地步？以前你怎么会想说你要去投资白银啊？所以1个半月前很多金店的老板说，1个半月前就是我说的1月之前，你看我往回推1月之前，3000条白银没有人在买啊，突然间消费者蜂拥而至。变成怎样，你知道吗？而且很夸张，他说什么？购买白银的多是中年人。就我们讲，中国大妈觉得我要缺翻了，我要赚钱了。对，3000条没人买，你知道现在抢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抢到1天只能买5条白银，还要限购白银，甚至后来不够，还连铜都拿出来铜，连铜条也要人买。铜条怎么也可以炒得这么高？可是白银跟黄金跟铜这件事情代表什么？中国因为反美，他们会觉得美元不可靠，所以他们大量抛什么？抛出美元，抢黄金、抢白银、抢铜，甚至连稀有金属都在抢。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美国的力量、华尔街的力量有多大，他们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灾难。我刚才讲 ETF 不是1天大概20亿美金，对，抢到变400亿美金吗？还有在期权他们大量抢吗？那会不会被华尔街痛宰？我告诉你，就曾经发生过，中国的银行发行原油期货的理财商品，那时候叫原油宝。原油宝这个商品，对，然后那时候这些中国银行在卖这些商品的时候，竟然没有设定所谓的履约的时候是负油价也可以履约，没有把它设到0，就是如果你跌到0我就
不履约了。对，好，他竟然把它变成说，负的我也可以交割哦。这个期货商品，如果到时候人家要交割的时候，竟然是负的我可以卖。简单讲就是赔钱也愿意把石油卖给你，然后还骗这些投资人说这个理财宝、原油宝是一种理财商品，事实上他去买期货商品。那4月20号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4月2号那时候的时空背景是新冠肺炎非常严重，全球的飞机跟货柜轮什么都大家都停摆。那个时候石油是什么全满，根本没有人是要用，所有的储油槽全都是满的。满的，结果你知道华尔街力量有多大？你知道吗？他竟然把石油狙击到变成负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当天竟然出现，一开始哦，这是整个4分钟之内发生什么事？一开始开盘跌11，接下来4分钟还是4分钟内跌14，2分钟跌22，1分钟前跌28、30、35、40，最高跌到40，把他们什么吓傻了？我的石油卖给你，我还要倒赔你37.63美金，在5分钟之内暴跌309%，这就是华尔街的力量。他有办法把一个金融商品从有价格变成打到没有价格，所以他们那时候都以为，我原油跌的话，40跌到20，好不好？很多了，对不起，你要倒赔。所以他本来的本金是多少？本金是42亿的本金，对，你还要倒赔人家100亿，42亿完之后还要再还道歉中国银行58亿，对，所以42加58亿，2020的华尔街给中国上了第一课，直接弄了他100亿的人民币。你本金42，你总共要赔58亿，总共损失是100亿，你不止赔光本金哦，所以一堆人就跑去维权啊，我们在让你一夜暴富啊，所以你说中国现在在炒白银、买黄金的期权，如果华尔街真的有心要狙击你，会不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又再杀一次了，而且现在等于是黄金还没有跌到底哦，白银还没跌到底哦，表示说华尔街就看时机是如何，真的要痛下杀手了吗？我要说的是华许他还没上任哦，对，他的杀手锏还没出来哦，川普才刚刚任命一个偏鹰派的当联准会主席哦，动作才刚刚开始，只是起手式就已经跌成这样了啦。事实上，川普正在筹谋一场大戏。这也就是美国或中国，大家都在猜测了会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我们再把整个事情还原的时候，上礼拜3我不是说，川普一个 Twitter 影响到黄金跟白银，就涨翻天了。可是我没有想过，川普那时候是真的知道在装傻嘛？你看哦，美元狂贬了，我们把时间拿出来，上礼拜2 27号美国时间啊，我们这里是礼拜3，已经跌到2022年的最低水准。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问他，川普会不会美元会过贬？那川普说啊，走势感到满意啊，美元表现很好啊。大家以为川普是偏弱势美元啊，结果他礼拜5晚上提名一个强势美元的。所以你是说，川普他可能设了一个套，跟全世界讲说美元走贬很好，所以大家觉得说，哦，那没问题哦，我贵金属我就买下去了，黄金、白银通我又炒下去了。没想到过2天、过3天，杀得你措手不及。对，全部人都没有想过，川普竟然突然提名这个华许上来之后，是一个会对于美元态度完全转变的人。然后好，那这1年来，川普一直在干一件事情。为什么这场大戏他筹谋了1整年，突然间华许这个人事任命大家吓坏了？为什么反应会这么大？是他1年来，我们还记得吗？去年大概4月2号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关税吗？中国跟美国互打关税啊，什么52%啦，100%了，100%嘛，后来也不知道，因为根本不可能实施嘛。可是中国那时候干了一件事情，是抛了大量的美债，大概卖了1000亿的美债，对，然后开始买什么？大量的买黄金跟白银。川普就是那时候，好，我故意开始养套杀嘛，你不是要做空我美元吗？你不是要放弃美元，挑战美元的霸权吗？所以过去1年来就发生的事情。中国卖了那1000亿美金的美债之后，开始大量的买黄金。大量买黄金之后，其实就会发生什么事情？黄金就会越买越贵，对不对？所以你把数字拿出来哦，等于中国是越买越少。好，我们用10年前的价格来算嘛。10年前如果那时候黄金大概是4000万美元1吨，那如果你1000亿美债嘛，你把它卖掉，可以换多少美金？2500吨的黄金。对，换2500吨的黄金嘛，哈。好，那如果还没有打关税战之前，那时候是2700美金1盎司，然后大概可以买1000多吨。结果现在你知道买多少吗？到目前为止，川普任由黄金这样一路狂涨之后，只能买到596吨，一样。中国手上的1000亿美金的美债，你卖掉之后，你买的黄金是
越来越少。川普在干嘛？故意让美元贬值，让你手上的美金不值钱，然后买的黄金越买越少。好，你现在黄金不是变少了吗？我现在放手怎么样？把美元拉上来，对，拉上来之后，黄金怎么样？跌了，不值钱，开始不值钱。那你卖了，你现在就变成2条路可以选。中国要么忍痛砍了黄金，对，或者是忍痛把白银卖了，你只能做2件事情嘛，要么守银，要么卖银嘛，守住那些银条，不然你就把银条卖掉，守银跟卖银这2条路，不然你就是乖乖的看着你的这596吨黄金越变越便宜，那不是变成你本来的账上美金就越来越少吗？所以这幕后黑手真的是川普对，设了一个大局，所以中国他自己的国家的经济相关专家自己讲说，这就是美国化债的高手，他把债务化掉之后，你手上的钱是不值钱的。结果现在这一波暴跌之后，赶快干嘛？开始回头是不是？开始资金又回流到美债跟美元，大家才发现一件事情：买美债是安全的。持有美元是安全的，不要跟川普，不要跟美国对坐。你以为黄金会保值吗？不一定。当美国开始在做所谓的美元强势的时候，你的黄金就不值钱了。这就是美国的美元霸权，以及川普最厉害的所谓的化债的最高干的技术。宇轩，我们这样一路听下来，川普真的太贼太坏了，养套杀。就中国我们在看那个画面。多少人在那边疯抢白银、抢黄金、抢一大堆，已经荒谬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偷渡客通通来了，甚至因为中国没有把它运出去嘛，从香港这边进来的一大堆地方进来的，结果我们以为只有人民被当韭菜割，更可怕的是什么？连中国的国企、国头都受害了。赵尔，我们讲，因为现在很多这种中国的他们开始在稽查，发现说呢，有一大堆人熊康熊胖他可能有认识一些原产地啊，或者他有进口的方案，所以他就想办法说，我从国外去私运，偷偷把它进口进来。就你看这桌上一包一包的，他是怎么做法呢？来，首先这名男子他是从这个我们讲海关在这个港口附近拦截到一台私家车，然后把他的私家车打开之后，发现车尾箱里面呢有所谓的3个纸箱，而且你看它里面什么曲奇饼干、就 cookie。奶粉，对，蛋卷罐，对，食品，对。那他海关就问他嘛，说你做这个是要进口什么生意？他说没有啦，我就是买一些西球米亚回来卖嘛。然后海关想说，好，你西球米亚嘛，来把那个箱子一抬，不太对劲，怎么那么沉？放上去之后60-70公斤，后来一打开之后发现全部都不对。来，这是他过那个 X 光机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欧吉达，加码欧吉达，加码欧吉达，他想说。这不是饼干吗？你这是什么黑森林巧克力吗？巧克力派吗？不对啊！欧吉达，后来打开之后发现来，这个是我们讲的饼干，对不对？里面盒子全部一条一条的，来，这全部都是白银，装白银。旁边这是饼干这正常的饼干就大概我们讲500公克的这边大概是5公斤的白银，所以今天他们用偷渡的方式，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中国那时候有多疯？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是1月27号那时候全中国还在疯的时候，所以只要哪里有赚头，他们无所不用其极都要进去但甚至是有些是我们讲投机的，但是还是有赚到钱的。像中国这个女子我们都很常在讲说，买股票最可怕的哪一种人呢？什么信贷、房贷加我们讲融资 all in 全开，他就是这样干。赵尔，他把他房子直接卖掉，房子卖掉，对，他就把房子卖掉，因为他说我房子卖了，因为中国房市很差嘛，卖的时候那时候还亏我们讲40万，他拿到手上的时候呢，大概只剩下120万，他就不管3721，他就把这个东西全部 all in 进去哪里呢？去 all in 到白银。然后他买的时候呢，每克大概9.7，就你到后来冰冰凉凉涨到什么时候？他还懂得分批出货。涨到20块的时候，他先卖了2根这种银料板，然后后来涨到25.8块的时候，他再卖了我们讲1根银条，最后他就回本。而总计呢，他赚了大概台币将近我们讲快要900万。对，然后他就说哇，大家都很羡慕说怎么这么好？你看他有做这个账本，然后呢用这个计算机敲给你看说他成本多少然后他房市赔的钱多少，后来5个月呢净赚人民币181万又500元，剩下来还有这5根。他说到时候他还要再继续出，剩下4根就是纯利。不是这种贴文一出来也难怪这么多的中国大妈疯了。很多人在讲说，早知道就卖房了嘛，早知道我就跟着买了嘛。但我跟各位讲别傻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恐怕会我们讲的更惨。对，因为我们刚才讲那个叫做多杀多。
也就是说，当今天开始有人在倒的时候呢，可能因为散户会恐慌，或者是这些买白银人恐慌都在卖嘛，但不是，他们这是国家级风险。呀，这一次白银这种贵金属风暴里面，连国企也被弄了。对，他们产生系统性风险了。什么叫系统性风险？因为原本他们里面有一个做这个金属交易界，中国的专门跟这个我们讲国企做买卖的，叫做帽子，他的本名叫做徐茂华。那他做的生意是什么呢？说简单不简单，说复杂不复杂。讲白了就是空手套白狼，买空卖空。怎么个买空卖空法？因为现在他们这种中央企业啊，这种国家企业、国投的物业，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账面查很严。也就是说，中央对于说你实际上的营收、获利跟财报，我都要求你呢一定要做到。所以变成就是说呢，他们很难具有赚大钱，但是上面又一直压力说要他们赚钱嘛，所以他们就找到这个帽子干嘛呢？我今天是帽子，对不对？我先找冶炼厂谈。对，冶炼厂这边我跟你讲你这边呢有价值1亿元左右的白银，我先把你框起来。框起来之后，那个白银是不是放在仓库，对不对？然后他就说：“来，我拿着这个白银，那请问一下，他有没有真的拿到白银？没有，他拿了假的单，然后去卖给国企。那国企呢，跟这个国投呢，就跟他说：好，那我跟你买。买了之后呢，还是放在仓库。然后他说：我现在有白银哦，我再拿着另外一个单卖给他的另外一间子公司，等于是什么？”循环交易，对，就是我是帽子嘛，我卖给你，你再卖给我，我卖给你，再卖给我，那全部都是假交易。然后白银从头到尾都在哪里？都放在仓库里面，都没有动。然后与此同时，我是不是交易一大堆金额？我账面营收是很好看，然后我再拿这家公司干嘛？去融资。比如说我的账面营收呢，我这边有10亿嘛，我再去跟银行融资，说融到我们讲25亿，对不对？然后呢，再拿这个钱，他在干嘛呢？他再拿去放空白银，他做了唯一错事这件事情，他又拿去做投资。他把这些赚到的空手套白的钱又去放空，那放空最后呢，白银是不是最近我们讲一直大涨？对，那他没有撑过嘛？对，因为他撑到最后面，涨到最后面，他刚好他断头，然后资金尬不过来之后，他就让杠跑路，跑路啊，然后付不起啊，然后国头也傻眼啊，想说哇，那我现在搞什么？账面只亏损，金额进不来啊，因为我本来把那个假的白银要卖给你，就你钱没给我啊，我们从头到尾都空手套白狼，然后最后呢就连环爆，因为他们现在预估我知道了。损失大概67亿台币，这个不算融资杠杆的那个不算他放空的那个，所以加总起来，中国光是白银跟这个黄金这个市场这个帽子就搞了100亿的缺口。钟哥，我们刚刚讲，只是川普提名一个联准会的 Kevin Walsh 还没有上就已经全世界的贵金属看杀的跟什么一样。华许人才刚可能要上任之后，你看这个上个礼拜的这个黄金白银啊，都出现一个大跌。但是不是只有黄金白银啊？你看这个比特币也杀翻天了，比特币已经跌到这个7万多块美金啊。那上个礼拜五的这个美股也是有杀，那今天早上的这个台股、亚股全部都大爆杀。今天台股跌1%多，你以为最多吗？没有，韩股跌了5%多啊，大家都杀了一塌糊涂。你想说他到底是谁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个压力啊？那我觉得这一次呢，川普等于是开了大家一个玩笑。对，我觉得川普这个人的个性呢，真的有点像双子座那种狡诈的这个个性。狡诈？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啊，为什么川普一直在说什么？我要提名一个会降息的啦，然后都一直说什么是哈塞特啊？那哈塞特也很简单，哈塞特也出来一直说，我怎么样？好像俨然他已经是这个联准会主席的样子啊。就没想到出来了之后，他竟然宣布说我要提名 Kevin， 大家以为是 Kevin Hassett， 没有，是 Kevin Walsh， 两个都是 Kevin。对，没错，就出来之后，大家吓傻的一个状况。然后因为大家对这个 Kevin Walsh 的立场都说，他其实比较鹰派啊。你不是说要提名一个这个鸽派要一直降息的吗？对，就你就是这样子啊。就没想到这个川普就说我认为了他会降息啦。他虽然说他帮 Walsh 讲话所以你看，虽然 Walsh 大家认为说是鹰派，但是他说他会降息。对，那因为他是鹰派，所以大家吓傻啦。鹰派的意思是什么？跟他解释一下，鹰派就是说我不会让货币这么宽松嘛。对，不会让货币这么宽松的时候，那你看这种所谓的黄金、白银这种所谓比较投机的或是比特币，因为钱很多炒起来，它当然会股价下跌的一个状况，所以才会变成一个多杀多、大逃杀的一个局面。好，那我们就讲为什么大家会对Walsh人会开始害怕呢？我跟大家讲，主要原因就是因为Walsh人他不是按牌理出牌的人你看，事实上，你看在这个他2006年曾经担任过联准会的理事，他当时是全世界最年轻，他才有35岁，就他当时就推开了联准会会议的大门，他就进在会议室里面啦。进来了。当时的联准会主席是谁？伯南克。那伯南克还有叶伦他们当时都是联准会的理事，然后他们平均62岁。
就没想到来了一个这么年轻的，然后他就说你们在干什么？然后他们在讨论所谓菲利普曲线的，还有 CPI 模型。然后他就坐下来，他就冷静的跟他说：“不好意思哦，我刚才跟华尔街打电话，然后他们的账上现金只够3个月了啊，3天了。你们的模型有算到了吗？”然后那几个人问他说哪几家，然后他就说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然后几个月后这些名单都完全不见了。对，所以这个故事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当时的你看联准会的伯南克跟耶伦，他们两个坐在这个联准会开会的时候，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状况，他可以跟华尔街联系，所以他就跟他们两个讲说：“你刚才啊，今晚华尔街出问题了，你们赶快知道。”就他们反应不及。反应不及之后，就导致后来2008、09年的金融海啸嘛，哈。对。所以我才说，他事实上不是按白里出牌的一个人哦，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所以他这完全是什么市场派的人？对，没错，他是会走向外面，他去听声音的，而且他不会照所有的模型跟规矩走的。对，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嘛，所以华尔街就搞不清楚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好，另外一个华雪还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事实上在紧接下来的话，伯南克不是开始 QE， 我们跟大家看这张图。这张图叫做美国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往上增加，就是联准会在放钱出来在做 QE。你看第一次 QE 在2009年的时候嘛，当时的这个所谓的 COVID， 这个所谓的这美国金融海啸，所以你看联准会的资产规模往上增加，从0开始往上增加，无中生有，这就叫 QE。好了 ，QE 之后呢，他当时呢帮助联准会在处理这件事，可是到了2011年的时候，他当时要做第2次 QE2， 对，但伯南克认为说我继续印钞票。当时你看华许就说什么？他说 ：“We save the patient, but now we are feeding it in poison。”什么意思呢？我们救活了这个病人，但是现在我们在喂他毒药。对，所以意思是什么呢？他不愿意说我们救起来就好，你不要再一直货币宽松。他说认为你不要这样做，所以你不要这样做，所以这就让市场有一个联想，他是反对 QE 政策的哦，反对哈。那我跟他讲，那为什么为什么股市会暴跌？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来了。因为美国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在进行一个收缩，好，那收缩之后就是 QE 减少之后，市场的钱会变少，但是呢，你在降息的时候呢，会让这个市场的资金变多，所以两个互相打架。对，那所以市场为什么会担心？因为你反对 QE 的时候，搞不好会让股票市场会出现一个大跌的状况啊，所以才会让整个市场出现一个大波动的一个情形。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